我在德国洗题研毕时，周静义正和学妹打得火热。我看过照片，是周静义中学时代就喜欢的类型，白裙子、黑长直、恬淡文气。我收到那张照片时，导师正在严厉批评我，就差莫说我是学术界的奇耻大辱了。脑子里因为学术紧绷了几年的弦，在这一刻彻底断裂。我冷静地买了当晚的飞机，周静义的门被我劈得发出警报，里面出来一个围着浴巾的男人，冷白皮，8块腹肌，鼻梁又挺又高，是周静义从小到大的哥们唐鹤清，圈里出了名的浪荡子。他吞了吞口水，说：苏南，你要冷静，那女的只是周静义养着解闷的，他俩什么都没有，只是工作关系。我拽着他摁在了沙发上，门被我一脚踢得关上。唐鹤清脸红的滴血，黑长的睫毛抖了抖，让我又想起照片里那个学妹黑长的头发。我心里烦躁，捂住了他的眼睛。他反客为主，声书中带着决心，你别后悔。我拍了他的嘴一巴掌，话真多。那天夜里，直到窗外泛起鱼肚白，我面膜表情地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下，唐鹤清埋在我大腿上的头动了动，嗓音嘶哑，我会说服我妈的。我灭了烟，推开他，拿起衣服去了浴室，冷冷道：莫必要。他潮红的脸瞬间惨白，潋滟的眸刹那晦暗，沉了声音：什么叫莫必要？我关上玻璃门，别告诉我，就因为你是第一次要让我负责。他拿起西装，气红了眼睛，夺门而出。我有条不紊收拾自己，点了一桌子的外卖。吃完后买了当天的机票飞回德国，继续投身在让我疯狂崩溃的学业里。短暂虚妄的沉沦让我得到放纵，可放纵之下的空虚，唯有这些令我厌烦的现实得到妥善解决，我才能够被填满。唐鹤清给我打过电话。微沉的夜幕里，我埋头在文献里苦苦翻阅，艰难咽下一口难吃的白人饭，眼泪差点流下来。电话那头传来杯酒碰撞的声音，他声音低沉：苏南，你还有一次机会。我无比烦躁：什么机会？让我对你负责的机会。多谢，但我不需要。他咬牙冷冷地笑了：苏南，你够重。他挂了电话，我丢了手机，继续点灯熬油的干活。这周去看了3次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尽快停止学业休息，这样病情才会好转。我问他能不能退钱，他脸色大变，我臭着脸离开。这是什么废话？我有病就是因为搞学术，要是不搞学术，我天天混吃等死，天南海北旅游，我能有什么病？公主病吗？妈的，世界怎么还莫炸？周静义在电话里抱怨，有个笨蛋学妹搞砸了他忙了半个月的合作。我冷静建议他，这模废物，开除吧，上市公司的岗位那么多优秀大学生争抢，你最好不要开后门，让什么阿猫阿狗进来吃白饭，公平录取，废物自行离场，这是竞争。还好，他只是一如既往低温声哄着我，没有说我心肠冷漠无情，否则我恐怕又要发疯了。周静义在电话里提起这个学妹的次数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厌烦，到后面声音不自觉软下去。我咽咽说第199次。他疑惑问：什么？这是你第199次提起这个学妹？他愣了下，声音明显低了下去，带着茫然：是吗？我翻了个白眼，在脑子里炒了一道油炸导师的菜，说：是，这一次你被他在太阳下发传单兼职的样子可爱到了。他有些支吾，明显底气不足，只是有一点可爱。我有些讽刺地挂了电话，上市公司员工在外面兼职发传单，多少有点神经病。况且每天外面发传单的人那么多，他怎么只觉得学妹可爱？不过是皮囊下的秀色可餐，又何必自欺欺人？我终于毕业回国这年，周静义已经是商场上众人恭维的小周总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学妹失了我的约。唐鹤清的车停在机场外面，他懒懒地看着我，黑眸藏着点不怀好意的笑。学妹痛经，他让我来接你，上车吧。我眼也未抬，打开手机叫车。唐鹤清脸色沉了沉，拿过我的手机，眼疾手快点了取消，拽着我丢上副驾，亲了下来。就这么不想见到我，他声音沙哑，眼圈有点红红的。我用手来挡，他的唇落在我的指尖，滚烫热烈。我一巴掌扇红了他的脸，他不闪不避，笑着用舌尖抵了抵背山那边的腮帮子，在国外吃挺好，力气都大了。车门关上后，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偷偷龇牙咧嘴，气呼呼揉脸的样子，突然理解周静义为什么会包养一只金丝雀解闷了，的确够逗闷子的。周静义给我打了5000万，
又订了9999朵花，祝贺我顺利结业。我很满意他内疚下的补偿数额。他打来电话解释，有事走不开，唐鹤清接到你没？那边传来女生痛苦的喊叫，他挂了电话。唐鹤清余光瞥向我，都这样了，你还要嫁他？我挑眉，你以为我嫁的只是他？他过分坦白地引诱我，唐家不比周家差，既然选谁都是选，为什么不选我？至少我比他干净。周家只有他这一个独苗。周家给我准备了接风宴，周敬义姗姗来迟，衬衫上的刺目口红印晃过众人的眼。我眼眸嗤笑，怎么会有这么蠢的女人，蠢到我都懒得去理会了，这和送人头有什么区别？现场窃窃私语，周敬义被周家夫妇责骂，在客厅跪了2夜。是我去求情他才被放过，而我和他的婚约也因为这抹口红印提前。他看着我说，楠楠，你别生气。我拧开药膏盖子，卷起他西装裤脚，涂抹他膝盖的淤青，神情冷淡，语气漫不经心。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又不喜欢你。他漆黑漂亮的眼睛凝滞了一瞬，好半天也没缓过来。我看着他的脸，这张我唯一动过心如今却不为所动的脸，说，周敬义，我们只是商业联姻，你不需要和我道歉。随便你怎么玩，但不要弄到家里来，奶奶年纪大了。何况闹出来点桃色新闻，会影响公司股票。最后一句我已经有些严肃。他声音冷淡，不便喜怒，你说的对，我们是商业联姻，喜欢是最没必要的。我收起医药箱，说，你也没必要阴阳怪气我，难道你喜欢学妹就要把她娶回家吗？他愣了愣，你知道了？见我不说话，他烦躁地扯了扯领带，我不会娶她，周太太只会是你。他看了眼表，今天是工作日，现在还没下班，我们去领证。领证的流程很快，这一路周敬义已经挂了学妹7、8个电话，最后他直接把手机关机了，眼里有些厌烦。他问我，你回来有什么打算？我实话实说，目前的打算是和你3年抱俩。他脸色古怪，耳朵有些红，说话的声音都磕巴的变了调。我暂时没打算当爸爸。我朝他笑了笑，可是老公，我有呢。他眼神飘忽，点了点头，那也行，我都行，听你的。我并不在意我的老公是谁，只要这个人在商场上举足轻重，有地位有钱，对我的事业有帮助就够了。我想比起所谓虚无缥缈的爱，我的孩子会更想要个有钱的爸爸。周家是100年世家，我的孩子生在这样的家族，无论男女，几十辈子都不用发愁。趁着周敬义回去补觉，我去公司办了入职手续。我没有去周敬义在的总公司，而是去了周家下面一家年年亏损的子公司入职。这家公司主要销售的产品和我家公司销售的是同类型的。周家夫妇将这家公司给我历练，算是用心良苦。我刚回国，必须要在短时间做出成绩，提高自己的个人价值，尽快在鱼龙混杂的圈子里站稳脚跟。我拿着文件上车时，周敬义养的那只不安分的金丝雀伸手拦住了我。她顶着白开水妆容，穿着温柔系的白色裙子，将白月光的人设立到了极致。她咬文嚼字说，你好，苏小姐，我是周敬义的女朋友，我叫许瑶。我翻阅着漏洞百出的报表，心里窝火，公司这群老家伙是故意给我下马威。苏小姐，她不高兴地看着我，你已经心虚到连看我都不敢看了吗？我气笑了，你有病啊。她咬唇，我想这里并不适合我们谈事，那里有个咖啡店，我们去那里说吧。服务员上来咖啡后，我要了支笔，有条不紊地处理工作，将所有的漏洞全部圈了出来，发给秘书。许瑶等了半天也没等到我说话，脸上完美的笑容此时已经有些挂不住了。苏小姐，你也是新时代女性，包办婚姻这种事情，想必你也是抗拒的吧？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大大的问号，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我为什么要抗拒？你知道周氏集团1年的营业额是多少吗？我脑子又没坏，我干什么要抗拒？我看起来很像那种会为了尊严不要钱的人吗？不是吧，我的人设明明是拜金女好吧？他目瞪口呆，可他根本就不爱你啊！你这样是伤害我们，也是伤害你自己。难道为了钱你就可以不要幸福吗？我无言以对，说的好像没钱就会幸福了一样。他要是个没钱的穷光蛋，难道你还会爱他？他眼神坚定，我爱他，就算没钱我也爱。我真是被他荒谬绝伦的话弄得差点噎住了。神经，你都发传单了，你还在这里和我说爱？你如果直说是图周敬义的钱，我还敬你有上进心，知道搞男人的钱，可你居然跟我说你图他的感情，真是光天化日发起癫了。
周家不会娶一个没有家室的儿媳，就算周太太不是我，也永远不会是你。清醒点吧，好好捞钱买房买车，别没事找我的事，我很忙的。他恼羞成怒，端起咖啡泼在我身上，你一个插足者，凭什么羞辱我？我火冒三丈的看着手上被烫伤的地方，要不是我拿手挡了，烫的就是我的脸了。我重重的给了他2巴掌。周苏两家联姻的报道，网上到处都是千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单纯？我不是周敬义那个蠢货，好好伺候你的金主，要是再敢来招惹我，可就不是2巴掌这么简单了。婆婆打来电话，楠楠啊，婚纱送来了，你现在有时间过来吗？我松开许瑶，拿起包朝外走，伯母，我现在过来。该叫妈了，敬义都和我说了，早点领证是对的。我甜甜的喊了一声妈，她笑得合不拢嘴，好，妈把城南那套别墅过户给你，就当妈给你的改口费了。谢谢妈。城西那套妈也给你。到地方后，婆婆看见我烫伤的手，喊了起来，这是怎么搞的啊？我故意没擦药，任由伤势越来越重，就是为了给婆婆看，让她去处理。我不想在她儿子的烂摊子上浪费我宝贵的时间，我的工作多如牛毛，我一点心思都不想分给这对狗男女。我自己不小心碰到的，没事妈，我们来看婚纱吧。晚上我回去的时候，周静一含着脸在房间的阳台打电话，他咬着烟，许瑶，你他妈脑子坏了是吗？那么烫的咖啡你敢泼他？他打你？他笑得凉薄，他打你你也该受着啊，你自己什么身份自己不知道，少他妈在老子这里排风。我老婆我自己都舍不得动根头发丝，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月给你300万还不够，你还想当周太太？没水总有尿吧，你配吗？我是不是给你脸了？他回头看见我，冷厉的眉眼缓和了起来，挂了电话，灭了烟。我让人来扫，手怎么样了？好的差不多了，妈让医生擦过药了。他向我道歉，许瑶的事情是我处理不周，我打断他，你的确处理不周，我不想再有下次，不管是我的脸还是我的手受伤，都会影响我的工作，这个责任你和他都负不起。周静一薄唇抿了抿，你早点休息吧，婚礼的事情最近我会筹备。我打开电脑继续办公，眼也不抬地说，一切从简，我没时间筹备，麻烦你全权负责。他冷了声音，苏楠，我也有工作。我笑了，养女人有时间，办婚礼没时间？别办了，反正证已经领了，办不办只是走个流程而已。他沉默下来，周身气息渗人，压抑着自己的火问我，你这是气话还是认真的话？我抬眸没什么感情的看向他，我认真的，我没时间和你赌气，你不配。他转身摔门离开，没一会儿外面就传来车子发动的声音。第二天一早，秘书开车来接我，苏总，钱都提出来了，已经通知下去8点开会。我刚到门口，就看见许瑶这个不速之客，厌烦的情绪彻底点燃。我拨通周静义的电话，骂道，你是不是眼睛瞎了？你养的什么货色？一次两次在我工作的时候出现，周静义你是不是觉得我和你一样闲？许瑶听见我的声音，回头哭着走了过来，苏小姐，对不起。她的2只手都被绷带缠上，周静义冰冷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看见了吗？这次你解气了吗，苏楠？我无语点评，2个精神病。花钱将公司这群蛀虫的股份买回来后，秘书按照我的要求开始招聘。晚上我忙着加班的时候，周静义来了。婚事有些细节要去和你父母商量，今晚我陪你回家。我落在键盘上的手指僵硬，了声，拿了外套跟着他上车。后座和后备箱都装满了补品和高档烟酒，我皱了皱眉，有必要吗？我不想给他们花钱。周静义望着我，无奈地哄着，再怎么样，那也是你的父母。一路无话，院子里没人。当提示指纹无效时，我一直压着的火烧开蔓延起来。我不顾周静义的阻止，找人来撬开了锁。入目就是我妈正笑盈盈地和我爸的私生子说话，无比关心地问他工作累不累，有没有好好吃饭。真挺可笑的，我在国外留学这几年，他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转头在这对着我爸和别的女人生下的私生子嘘寒问暖，太他妈操蛋了，这就是我亲妈。我看着周静义，一个字一个字的朝外蹦，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像丧家之犬。走吧，没什么好和他们商量的。周静义拉着我的手，目光森冷，这是你家，要走也不是你走。我妈脸色有一瞬的难堪，我爸看气氛不对，把人送了出去。这里的一切都让我窒息想吐。我艰涩地拿开周静义的手，我在车里等你，
有什么你自己和他们商量吧。周进义下来时，我已经和我爸的私生子苏彻斯打了起来。外婆外公就我妈一个女儿，她放着好好的白富美不做，一心要嫁寒门，找了我爸那个凤凰男。她为了这个男人要生要死，气死我外婆。公司的事情她一概不管，脑子好像被狗吃了一样，活着仿佛只是为了求我爸爱她。好好的一个家族企业被她毁于一旦。要不是周进义妈妈和她是多年好友，在我家资金链断的时候帮了一把，我家早破产了。我中考那年，家里鸡飞狗跳，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我爸把握公司，架空了我妈一大半的权利。他养在外面的女人带着和我一般大的儿子，想要登堂入室。我妈天天在家抱着我哭，说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我烦得厉害，索性发疯。我连夜翻墙暴打小三，拿刀直击我爸命根子，骂我妈是个窝囊废。你生不出他的儿子，不知道生别人的。一群神经病。事后，我妈不仅不站在我这边，还打我2巴掌，压着我去医院和我爸道歉。他再怎么对不起我，也是你爸爸。你居然敢拿刀砍伤他！我却疯得更加厉害，脸被我妈扇肿也死不道歉。我憎恶地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和我抱怨他？既然他是我爸，既然你们的事情是大人的事情，为什么又要来和我抱怨？你自作自受，你活该。那天我差点被我妈打死。苏彻几次3番等在校门外挑衅我羞辱我。这是爸爸给我新买的衣服，你没有吧？这是我生日的时候爸爸送我的东西，专门从国外带来的。你知道为什么你生日那天爸爸没有回家陪你吗？因为爸爸在陪我。苏南，爸爸特别讨厌你。爸爸说了，苏家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什么都得不到。迟早我会把你从苏家赶出去。他得意地朝我笑，我愤怒地抓花了他的脸。他比我高1个半的头，我每次和他打起来，都是完全被压制的挨打。我妈从不关心我身上的伤，她只知道一昧的伤春悲秋，自怨自艾，哭着让插足者把她的老公还给她。我骂她窝囊废，一点都没骂错。后来苏彻自己把自己弄得满脑子的血栽赃我。我妈不信我，哭着和我爸一起办把我送到精神病院的手续。我有时候快活不下去，就会想他们这些人还好好活着，我凭什么要死？我就要好好活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苟活，我也要长命100岁。我还没给他们送终呢。苏彻被我掀翻在地，痛苦呻吟。我等这一天等了太久。我死死地盯着他。在德国这几年，我每天都会去练拳击健身，就是为了今天。我毫不留情把他的头磕在地上，就像那个时候他仗着身高体型优势揍我一样。周进义慌张地把我拉到怀里，擦掉我手上的血迹。好了，好了，乖。他将我安放在车里，拽着苏彻到了楼道里。我只能听见苏彻的惨叫声。周进义回来的时候，我的手还在发抖。我在脑子里预设过很多次今天的场景，真正发生的时候，我还是会发抖，还是会恐惧。我远没有自己想的那样冷静，那样云淡风轻。周进义紧紧抱着我，轻声细语地在我耳边安抚我。好了好了，有我在呢，没人再敢打你。我的心忽然抽疼了一下，痛苦的记忆接踵而至。那时候我妈不管我的伤，周进义管。他打断了苏彻的肋骨，删掉了他的牙齿。他骂苏彻欺负女生算什么东西。那时候我们没有婚约，关系一般，他却挺身而出。他接过我递给他的纸巾，摁着自己流血的伤口，朝我笑，别哭啊，是谁我都会这样做，别太感动。周进义抱着我的手力度收紧，怪我不该让你一个人下来的，都是我的错，是我考虑不周，别害怕楠楠，有我呢。我突然狼狈地落泪。发麻的身体不受我的控制，我用尽全力才推开他的怀抱，恶狠狠瞪着他。周进义，我恨你。对我行凶作恶的人太多，可我最恨的还是你。我和周进义的婚礼办得很大，唐鹤清是伴郎。衣帽间里，唐鹤清拽着我的手问我，怎样做才能选我？我无比冷漠刻薄，等你什么时候能继承唐家所有的产业，再来和我说这句话。他松开我的手，垂眸，忽然笑了一下，果然是个只认钱的坏女人。我不置可否。他单膝下跪，闭眼吻上我的手背。还好，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钱。你要，我去挣就是了。二婚一定要选我。我没理会他的话。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败家纨绔。他妈因为生2胎一尸两命，他爸很快娶了老婆，生了新的儿子。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唐家的继承人只会是他的弟弟。他这个前妻留下的儿子稍有一心，只怕是第2天就会横死街头。
我在新房里一边等周进义，一边处理工作。公司自从大换血之后，连续亏损的销售额已经回暖，接下来就是改革旧的产品，另外加大力度在营销这块。这段时间，我天天加班到凌晨，丝毫不敢懈怠。苏家那边，我妈已经让苏澈去了公司历练。自从我爸外面养的女人出车祸死了之后，我妈就主动把苏澈接回了家里，说苏澈以后就是她的亲生儿子了。外公去世前，将股份1分为2，留给我和我妈。据我所知，我妈已经将属于自己的股份给了一半苏澈了。我联系了道士，准备过几天去给他看看，驱邪，看他是不是被下了咒，让我爸养在外面的女人夺了魂了。周进义喝了点酒，有点迷迷糊糊。我在醒酒茶里加了点东西，没一会儿他眼睛都红了。你放了什么？我挑眉，关上了灯，你说呢？他眼眸晦暗，折腾了一夜。我划破指尖，在床单上弄出血迹来。第二天一早，他捂着头，有些难受地说，其实不用下药的。我没说话，他洗漱完后，没让阿姨上来，自己忙活着把房间收拾了，床单换了，又去给我做了早饭端上来。他的情绪无言的开心。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一边喝中药，一边居家办公。每天晚上一到时间，我就会催周进义回家。3个月后，我如愿怀孕，松了口气，再也没给他发过消息。他冷了我2天没回来，见我连个消息都没有。第3天一早回来弄醒我，有了孩子你就不认我了？我问他，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他不悦的冷哼，自然是我的孩子。我倒回枕头里，委屈的指责他，你还知道是你的孩子？孕妇怀孕难道很容易吗？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你作为老公不但不照顾我，还来指责我，你还是人吗？我哽咽的声音引来公公婆婆，周进义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从那天起，直到我生产，公公给他放好假，要他全天在家好好陪着我。他从每天忙工作变成了照顾我，到后来我的饮食都是他负责，他厨艺甚至练得比保姆还要好。我没有丝毫心理负担地使唤他，并且物尽其用地咨询他商业上我不懂的东西，认真做笔记。顺利生下双胞胎的那天，我高兴，公公婆婆也高兴，只有周进义一个人偷偷哭了。他在我手边帮我理我汗湿的头发，眼泪擦也擦不完，还沾了我一脸的湿润。是不是好疼？他颤着声音问我，眼眶红红的望着我。有那么一瞬间，我好像回到了以前。那次他也是这样在我的病床边上哭得伤心，高冷的形象全没有了，像只失去主人的小狗，一个劲的哽咽，求我一定要活着，只要我能活下来，要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周进义哥哥在他3岁时死在绑架中，周家只剩下周进义这根独苗。他们把周进义落在了别人名下，在学校隐藏他的身份，从不带他见人。我妈去周家感谢周进义母亲伸出援手时，我在车内看见周家的佣人追在周进义身后喊小少爷。从那天起，我就知道我应该讨好班里那个脾气桀骜、龟毛、难伺候的差生周进义。他因为生病打伤同学，没人愿意和他做同桌。我将书桌搬到他旁边，别怕，我和你坐。他冷眼看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长得好看。他红了耳朵，磕磕绊绊凶我，再胡说我揍你。我在周进义面前表演我拙劣的演技，可他不吃我这一套，时常嫌弃的说我只会甜言蜜语，转而对着恬静清纯的校花红了耳尖。我穿上白裙子，扎起高马尾，装起文静。他慢吞吞红了脸，偷偷瞄我。在看见我翘着2郎腿朝他翻白眼后，羞赧顿消，气呼呼说我东施效颦。好几年，我和周进义的关系都只是不冷不热的泛泛之交。他对我的讨好视而不见，但也比对旁人亲近些，会在过节的时候给我准备礼物，也会在上课时躲在书后面听我说八卦。事情的转折发生在学校那次地震，我为了保护周进义身受重伤。周进义父母是传统的中式儒商，见我好好一个清北苗子维护他儿子变得又瞎又瘸，两家又是世交，立即要对我负责。周进义母亲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进义常和我提起你，小时候同学都孤立他，只有你对他好。我家本来和周家差不了多少，自从外公外婆生病后，我妈带着我爸进入公司后，整个产业险些分崩离析。如今比起周家来，差得远了。这桩婚事若定下，我爸妈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手续不断也得断。他养在外面的女人也永远别想上位。至于那个总是来挑衅我的混蛋私生子，只要我活着一天，他就别想分到我外公外婆辛苦打拼来的一丁点财产。
奇怪的是，一向乖张不驯、瞧不起我的周进义，面对包办婚姻，居然破天荒地说了好。我失明的半年里，上课睡觉从不做笔记的周进义，每一节课都认真上下来。他每天都来医院给我讲课，喂我吃饭，和我说学校又发生了什么最新的八卦。他原本高冷不好接近，慢慢的却一点点对我温柔起来。我们的关系在这段时间突飞猛进，苏澈也被周进义震慑得没露过面。许多次，我都能感受到周进义欲言又止之下的旖旎。我看中了他的家世，我对他有所图谋，我心地不纯。我拿性命作为赌注，用半身伤才为自己搏出了一条生路。与我野心匹配的，必须是我让周家夫妇点头的个人能力和我这人带给他们的荣耀价值。病好后，我发了疯一般学习，几乎不眠不休。最后高考分数下来时，我比周进义多了200多分。周家夫妇为我举办了升学宴，当众高兴地宣布我是周家未来的儿媳。面对旁人的夸赞，他们一直握着我的手。大学我选择的是财经类学校，毕业后又远赴德国进修。周进义的父母都是工作狂，却从来没忽视过家庭，反而异常在意爱护。他们3人无条件地支持我求学，时常打电话关心我，在我萎靡的时候开解我。我对周进义的感情有算计，可在慢慢的算计中，连我自己都分不清到底是感情多一些，还是算计多一些。我喜欢周家的氛围，这里没有压抑，没有争吵不休，也不会有人动手，甚至连大声说话都没有。我的需求得到尊重，我表达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点喜好，都会被他们记住。我的每一个生日，他们都给我准备盛大的仪式，我很恐慌，却也一点点沉溺在这种爱里。我吃饭的时候不吃葱姜，被发现后，每次在周家吃饭时，放在我面前的菜总是没放葱姜的那份。在外面的饭局里，无论是和他们3人里的哪一位吃饭，他们总会提醒一句，他不吃葱姜，这几个菜他爱吃，麻烦做成2份，他跟钱上不放的那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点小事总能让我辗转反侧地记着。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只能干巴巴地说，我以后会成为一个好的周家儿媳。好像这是我目前唯一能给周家的我的价值。我心里有一部分是空的，这里时常漏风，钱也好，荣誉也好，这些东西都填不满这份空缺，可在周家我却慢慢的被填满。我像是下水道的老鼠，窥探他们对周进义的爱。我羡慕，也容易满足，一点点爱屋及乌，就足以让我肝脑涂地。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冷漠如刀，无坚不摧，伤害绝望没能让我退缩，也不曾打倒我，但却这样脆弱，轻易地败在周进义母亲一句温柔的话里。楠，比起成为周家的儿媳，我和你伯伯还有进义更希望你成为你自己，你有想做的、想追求的随心去做，这里是你的家，我们是你的后路，你只需要开心就好。楠，你要加油，成为喜欢的自己，好的自己呀。我仓皇失措地妒忌周进义，流下彷徨的泪水，我无助又怨憎。周进义凭什么有这么多人爱，连我也爱他？我一直以为我对他只有算计，没有爱，直到我因为岩壁崩溃的那天，看见他和学妹的合照，那一瞬间失去理智的崩溃恨意，我才明白原来我这样在意这个人。这个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但都是通过他把我从泥沼里救出来，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人。我恨他，我恨他让我本来千疮百孔的心脏跳动，又无情地将这份悸动摔得稀碎。他可以从一开始就对我不忠，但他不该在选择忠于我后又背弃我，给我虚妄的期待，又亲手把这份期待打破。曾经唯一支撑我过好自己生活的信念，就是我顺利结业，和周进义结婚，生2个可爱的孩子，我们荣辱与共，在外努力让公司蒸蒸日上，在家我们一大家子里好好过日子。甚至我一度歇了报复我爸妈的心思，我就想在周家过着平静温暖的生活。挺没出息的是不是？可当时这的确是我想要的，但现在我已经不想要这些，这些也不会再是我的支撑。我的支撑只有我自己，靠别人的爱和好填满的空缺，总有一天会重新坍塌。我要自己堵上这份空缺，尽管我本身的情感就是残缺的。我也不会再去喜欢周进义，我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蠢2回，因为沉沦于爱的家庭氛围，磨灭斗志。所以我撑着虚弱的身子，笑着打断了周进义因为心疼我流下的泪水。别碰我了，周进义，你的眼泪粘在我脸上，好脏。我们都好脏啊。不同的是，我一直污浊满身，而他光风霁月，璀璨如星。公公婆婆提前退休，把公司交给我和周进义，2人在家里含饴弄孙。
老两口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乐不开支，楠楠你放心的去做，孩子有我和你爸呢。我看着他们，神情不由自主地温柔下来，因为工作压力烦躁郁结的心口也渐渐在这种充满爱的环境里安静下来。我惊慌地离开，生怕自己沉迷。周进义的父母好像天生就有爱人的能力，我庆幸有他们的照顾。如果只有我去养育我的孩子，耳濡目染之下，我怕他们变成和我一样情感不健全、极度内耗的人。公司的产品改革之后，加上营销手段，营业额已经翻倍。这家公司的产品和苏氏集团的主营产品是同样的竞品。我加大力度的碾压下，苏澈火烧眉毛，公司业务停滞不前，不少员工已经纷纷跳槽出售股权。我妈来的时候，我正在和新上任的总裁办理交接，现在我要去周家另外一家业务平平的子公司历练，恰好这家公司和苏氏集团的第二产业又撞上了。我的确是故意的。人走后，我妈摔了包，问我你到底想干什么？不干什么，我只是想让苏氏集团换个名字，沈氏集团怎么样？我妈脸色惨白，我外公姓沈，他也姓沈。苏楠，你不能这样，你这样我和你爸怎么办？那个不要脸的死了，你爸好不容易和我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你不能这样。我笑意盎然，我偏要这样。他发疯似的拿包砸我，声音尖锐，你这是逼我去死。你都嫁到周家了，你好好过你的日子，为什么要找我们的麻烦？为什么？我轻而易举地制住他，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看，我不是以前那个没有还手之力的小女孩了，你问我为什么？我看你们一家三口和乐，我不高兴啊，妈妈。他跪下求我，卑躬屈膝，而我端然而坐，俯瞰睥睨。妈，我那时候就说过，要么你们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把我弄死，否则总有一天我会搅得天翻地覆，让你们永无宁日。我离开京都去下面公司那天，周进义开车送我，他叮嘱我早点回来。我笑了，我晚点回来，你和你养的金丝雀岂不是能多过几天的二人世界？他无奈地看我，早断了。我耸了耸肩，转身就走。上飞机前收到他给我发的短信，早点回来，以后我们好好过。好好过吗？下辈子吧。我花了4年的时间才把苏氏集团压垮，收拢股份，将苏澈赶出家门。我改名换姓，此后沈氏集团只有沈南，京都再无鸠占鹊巢的苏氏。苏澈衣衫褴褛地对我破口大骂，你除了靠男人还会做什么？我轻蔑地挑眉，什么男人？这叫合理利用资源，你懂吗？你个土鳖子。他被保安丢了出去，我收拾了下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兴高采烈地把我爸妈送进了精神病院。我笑眯眯鼓掌，谁让我是你们的直系亲属呢？当初你们不也是这样做的吗？我替我妈蒸了蒸衣服，妈，你不是总怕我爸出轨吗？你放心，他是单独病房，勾引不了女神经病的。妈，你顺遂了大半辈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吃过感情的苦，你随心所欲惯了，也没脑子惯了。你疯癫完高兴了，我却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我分不清这对我到底是好是坏。你如果小时候对我好，宠着我，或许我会被你养成第二个你，可你们这样对我不好，我反而因为过于早熟立了一番事业。妈，我真的分不清这到底是好是坏，好在都无所谓了，我熬过来了。现在该你们难过了。周进义养的金丝雀约我见面，我拉黑了电话，他却找到我公司来。我活动了下酸软的筋骨，你说你总找我干嘛啊？周进义给你的钱不够花还是怎么啊？你老来打扰我工作，真烦人。再这样我迟早让周进义换个金丝雀养了。许瑶抚摸着肚子看向我，不放过我脸上任何一个表情。我必须来找你，我怀孕了。我打了个哈欠，把婆婆的电话写给她，这是我婆婆，也就是周进义妈的电话，你应该去找她，知道吗？你不该来找我。她紧紧握着电话条，你不害怕吗？我两手一摊，笑了笑，你自寻死路，我为什么要害怕？她哼笑一声，你少吓唬我，周家难道会嫌孙子多？基因不好的会嫌弃吧。晚上我抓着2个大玩偶回周家的时候，一男一女2个小布丁蹦蹦跳跳跑过来，把我扑倒在地。妈妈，妈妈，你可回来了，爸爸快被打死了。我笑了笑，看着他们拖着比自己还大的公仔气喘吁吁跟在我身后。大人的事情不要管，哥哥带着妹妹去地下室玩公仔哦。好嘟妈妈，保证完成任务。周进义背后被抽出了血迹，他惨白着脸说，我从来都没碰过他。婆婆气得发抖，你没碰他，你养着他干嘛？你钱多的烧屁股。周进义喊道，我早就和他断了，那孩子不是我的。
婆婆又给了她一巴掌，是不是你的孩子我都已经打了，你现在起来跟我出去结扎？你要是再敢给我整出来什么不要脸的事情，影响2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公司股票，我饶不了你。妈，我真没有。别跟我说这些，滚起来，结扎去。婆婆一回头看见我，立马温柔起来。还没吃饭吧，楠楠？你吃完饭督促孩子把作业写了，我带静怡出去有点事儿。我压下眼里的笑意，故作难过地点了点头。婆婆看见我低落的表情后，恨恨地拽着周静怡朝外走，2个保镖在后面压着她。周静怡在医院休养时，我在赴唐鹤清的约。唐鹤清的确做到了，5年时间和唐家人拼杀，断了2根手指，换来如今唐总的称谓。他朝我笑，和记忆里别无二致，却又有些不一样的坚韧成熟。来了，我点了点头，接过他递给我的文件。你之前在德国的心理医生是我表弟沈南，你不能讳疾忌医，你的心理疾病太严重了，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的。我合上文件夹，无所谓道，现在人压力这么大，有病才是正常的，没病才不正常呢。他笑了起来，你怎么一点没变？目前有2婚的打算吗？没有呢，我伸了个懒腰，沈家和周家分不开，我和周静怡的利益牵扯太深了，唐总，以后生意上还请多多关照啊。自然，他应承着。我修了心理学，也拿了证书，做不了你2婚的老公，总不能连你的心理医生都做不成吧？我劝他，何必呢？唐鹤清，以前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可不该一直困在微城里，早点走出去吧。你又怎知我在这座城池里是困顿囹圄，而不是乐不思归呢？他忽然低下头，该道歉的人是我，是我心怀不轨，许瑶是我介绍给周静怡的，我是故意的。我笑了笑，挺好，我们俩不相欠了。周静怡出院后，我开始和她分房睡。我手里的工作太多，沈家的产业刚刚收回，正是百废待兴的时候。我忙得头脚倒旋时，周静怡进了我的门。她急忙和我解释，我真的没碰过她，我包养她是因为我心里对你有气，我故意气你的，我想看你在意我，看你失态，可你波澜不惊，就和苏澈对我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你接近我就是图谋不轨，并不是真的因为我这个人靠近我，只是因为我身后的周家。我从电脑里抬起头，说真的，周静怡，如果你没说这些，我甚至都要忘记了我和你以前的感情纠葛，工作真的忙得我想不起这些。苏澈说的没错，我靠近你的确是别有所图，我不理解你为什么会因为我有所图厌弃我，这也是你吸引我的资本啊。我其实不明白你们这类人为什么非要别人无缘无故的爱上你，和你生死相依。说实话，这种事情对我来说很荒谬。我一直觉得的是，只有2个人的利益分不开时，才会紧紧绑在一起，也才会有所谓的生死相依。无论男女，资本、年轻、财富、外在，总要有一样吸引人，别人才会靠近你吧？大家又不是傻子。周静怡，我向你道歉，我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你，但请你看在我救了你一条命的份上，以后我们就当家人相处行吗？你是个好爸爸，孩子都很在意你。我试图和他讲道理，我如今的身份可接受不了离婚的报道，公司股票会直线下跌的。他睫毛低垂，嗓音沙哑，慢慢哽咽。苏南，我们应该是爱人的啊，家人有家人的位置，我应该是你的爱人的啊。我和唐鹤清睡过了，我冷不丁说。他趔趄2步，险些摔倒。我继续说，或许我们可以试试开放的关系，虽然我一直以为我们是。我有些累，我迫切的希望我和他能变成相敬如宾的关系，哪怕他养再多金丝雀都行，别再折腾我了，真的很影响我的工作进度。他脸色慢慢苍白，手指并拢，声音发抖。什么时候？我有些生气地合上了电脑，今晚注定无法工作了。我在德国留学喜提延毕的那天，也就是你和许瑶第2次约会，在电影院看电影那天，你替他擦掉唇边沾上的冰激凌那天，我几乎有些佩服我的记忆了。这么久了，我居然还记得这么清晰。他浑身的力气好像被抽干了一样，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沙发上，慢慢地捂住了头，苦笑说：楠楠，那是摆拍啊，那是我让人发给你的，我等着你来质问我的啊。他红了眼睛，喃喃自语，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们之间怎么就这样了，楠楠？我和他隔着很短的距离，却又仿佛隔着天堑。就这样吧，周静怡。我点了支烟，望着窗外那棵上千万的招财树，苦口婆心，我们就这样将就着过吧，周静怡。那么多夫妻都是相敬如宾，我们俩起码是个有能力的商人啊，我们不该这样为了感情哭哭啼啼，我们要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来为我们的孩子好好赚钱，给他们创下更多的家业。我激昂起来，你看那些没用的父母，
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我们可不能这样，我们要自己努力，自己成龙成凤啊！悲伤的情绪被我一扫而光，我劝他劝得口干舌燥，哪怕是为了孩子呢？周进义，你说是吧？他别过脸不理我，只是一昧沉溺在自己的情绪里。我哄烦了，那好吧，那我继续工作啦。你哭完去看看孩子，明早还要开会呢，你可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影响工作。管家吴妈端茶进来，看见周进义哭得难过，急得直跺脚。少爷，你回你自己房间里哭啊，你别影响少奶奶工作啊，真是的一点事都不懂，越回去了，简直……我悄咪咪给吴妈点了个赞，回头就给我的嘴替加工资去，继续工作了，加油！又是给娃搞钱的一天。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衷心祝您吉祥如意，万事顺心。